月初的时候，日本自卫队又发布消息称，解放军一架无人机穿越了与那国岛和台湾岛之间的空域啊。冲绳那霸那边就紧急起飞了一架 F-15J 来进行跟踪，结果呢，他也没有发布出这个图片，看样子啊是又跟丢了。这实际上呢是在解放军面前暴露出来了日本和台委的软肋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日本自卫队发了这么一个消息，不过台委那边也发了相关的消息。我们把它两边的消息结合一下呢，就可以初步确定啊，这次解放军派出去的是一架 BZK-005中高空的这个侦察机啊。这飞机说起来是咱们比较早期服役的一种中高空的侦察机了，外边把它叫做咱们中国的所谓全球鹰，其实还没到那个程度啊，我们也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全球鹰用，它也不是我们最强的无人侦察机。BZK-005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沈飞联合研制的，比较早就装备了部队嘛。它呢有40小时的留空时间啊，飞行高度一般是在7000到8000米这个飞行高度，飞行的速度呢一般是150到180公里。它有比较全的这个光学和电子的各种侦察手段，可以说是长在天空中的一个观察哨，是在天空中的一双眼睛。那不久前啊，咱们的 TB001就是双尾蝎，不是右中间这个地区，就是他们刚才提到的与那国岛和台湾省之间啊，这个飞过去了嘛，而且呢，就绕着台湾的东部又飞来飞去了。我们发现哈，他们上次跟咱们这个 TB001的时候，它也跟丢了，而且这个位置呢，就和现在跟丢的这个北纬22度和到23度之间又重合在一起。这事儿显得就非常蹊跷了啊！这两次呢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它都没有拍摄到我们无人机的图片。他说了是有这么一架飞机，但是呢，好像是没有找到啊。这些情况呢是比较的反常，看样子是跟丢了。在以前啊，咱们这 BZK-005呢，在去监视日本的那个伊势号所谓准航母的时候呢，伊势号本身它发现了之后，它没办法呀，它就是向这个陆地和这个日本的空中自卫队这个求援，他们就上来去找咱们这个 BZK-005，后来呢也发现跟丢了，这个事情就显得非常的蹊跷了。这说明啊，日本那个地方的空情保障能力非常的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啊，咱们这次是从哪儿飞的呢？是从这个与那国岛和台湾岛之间。这地方呢，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之间是很近的。这与那国岛现在上面部署的呢是一套 FPS3型啊，还后期进行了一些改进的这么一套雷达。这一套雷达呢，它没法精确的引导空中力量去发现这些无人机。他们日本现在最强的这个空中这个空情的这个搜索系统呢，是部署冲绳那个那霸那个地方的啊。它那个地方有 FPS6型的这个雷达，但是在与那国这边没有，所以我们走这个通道的时候，它就很难准确的向他派出来的飞机提供我们这个无人机的位置。你知道，要是战斗机啊，它单凭它自己的这个雷达或者各种光学，甚至是飞行员的目视去发现一个空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话，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，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。难怪他把这个飞机给跟丢了。而且上一次估计啊，他那个 TB001那次，他们也是同样的原因跟丢了。所以通过这件事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几点。这第一呢，其实这个恰恰是日本和台委武装力量的软肋所在。第二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台委之间这个情报联通机制，要么就是没有，要么就是这个机制非常的不畅顺。第三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那就恰恰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口，我们必须打通这个突破口啊！这将来这个地方的空域和水域，就是我们前出西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。第四，作为美国来讲日本来讲，还有台委来讲，他们也肯定意识到了他们这个软肋，他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加强。你比如说，在与那国岛再部署性能更强的这种搜索雷达，你再比如说，在美国的促使之下，日本和台委之间形成这种情报的共享、情报的联通，这都有可能。不过呢，这一切我们也都有办法对付，特别是在与那国岛，它再要加强什么力量，我们想要端掉它也不是一件难事儿。这条通道我们一定要打通啊！
日本和台委的这个软肋，我们是一定要戳进去、戳疼它。